Dear plant lovers, welcome to Mao Ye in Yunnan, and you're watching episode 2 featuring the Anthuriums. Here, you will see gorgeous mother plants imported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as well as original hybrids for the future market. If you wish to learn more about Mao Ye's fascinating business origins, as well as their exquisite Tillandsia production, please don't forget to check out last week's episode. Mao Ye's owner, Hua Ren, invited me into the nursery by serving tea the traditional way. In Chinese culture, serving tea to a guest is one of the highest forms of respect and welcome. It quietly says, you're safe here, you're valued, and we're taking time for you. Tea is offered before business, before conversation, and before judgment. I would like to take a minute to show you this beautiful garden that welcomes guests and friends who visit Mao Ye. It was adorned with beautiful, mature, and colorful aroids. Now, the concept of tropical plants and aroids have only entered China in the last few years, but their rapid adoption and innovation blew my mind. It's fascinating to know that even though we are worlds apart, the love of plants connect us all. 大家好，你看这是我们的母本区，我们过来看一下。好。像这个 pink 柠檬杂红水晶，目前是我们比较收集的比较好的一个品种。这是美国 SKG 农产的。好像你有说过，它其实这些都是它。对，这个品种有很多不同的表现，像这个也是，这个就比较大，但它的纹路就没有那么的密。然后像这一个也是，但是这个的叶形以及它的纹路都跟那个有一定的区别。那个就更宽，这个就稍微窄一点，然后纹路会更密一些。然后还有这个也是，这个就更密。对，这个的纹路就更密，然后它的这个脉，更红。他们是兄弟吗？还是？它是就是算是兄弟，就是它是同一个父母本出来的一批种子里面的不同的个体。这个也是它吗？这些？对，这些都是，这个也是。Oh my god， 都是 pink 柠檬杂红水晶。很窄很长。对。这个也是，这颗是我们 pink 柠檬杂红水晶里面可能算是目前来说品相最独特的一颗。很有趣，这个颜色我倒是没看过，这个像红色带一点橘色。对，漂亮。但你说这个稍微比较难养一些，就它从最早来到这边都不是那么好养。但这是外面带来的还是？外面的。OK， 因为我们最主要的是做进口，前1-2年。那从今年开始呢，我们也开始慢慢的有一些自己杂交的品种。所以可以说这边大部分都是你们进口过来的，还没有到自己的产品，但是开始有。对，今年下半年开始有自己的产品，年中就会有了。OK， 这些都是。这个其实非常的美，这个不是它对吗？这个是国内的一个厂家做的。Oh my god， 很美。它大了就是这么大而已吗？差不多，感觉现在就是这样。漂亮。对。然后我们比较多的、比较有特色的就是红水晶。红水晶也是美国来的还是哪？对，就美国的几个不同的厂家的做的。这个也是吗？对，这些都是红水晶。它是红水晶原来还是已经砸了？红水晶就是砸出来的。对，是它有几个名字有米歇尔，还有对，还有一个是是 NSC 的。对。但是它原来就有很多种。红水晶应该是 Wonder Boy 对里面出来的。这些都是那个 NSC 的。但是 Wonder Boy 会破成2派好像，所以这个样子在这里是中国本地受欢迎吗？这颗不行，这颗的状态不太好，像这种。OK， 这个就是属于出状态了。OK。然后像这个它又变异了一些。OK。它钝化了，它像那个红蜘蛛盾。OK。然后这个也是比较有特色的，这个是它颜色有一些变化，它偏紫色了。这是从种子里你们选出来的还是？我们从国外收集的珍珠，就找一些比较有趣的回来。对，但
但是在国外收集的时候，它不是这个样子。有时候这里还会变化。对，来到这边以后变。在你们的这个气候，会不会更经常开花？它们？花烛开花还是比较容易，就是在全世界其他的地方，它也比较容易开花。但是在昆明，它的特点呢，就是它的颜色会加深。哦，像这些红水晶，你看，它原来的颜色是这样的，后来就变成对，比较红。对，这个已经红到紫了。然后这一个呢，就是以前我们收集过来的颜色，它的本色大概是这样的，就是它边上面会有一点点粉，但是经过在这边的养护，你看它慢慢的变红，对，这个有一点带红，对，然后一直到这么红，这个就是一个变化。这个就是我们的叶龙嘛，就是我们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产品，但是现在因为我们一直在杂交，一直在育种嘛，所以让他们一直在带花件，然后状态都不是太好。我们去年带去无锡的那个叶龙，就是专门为了去展示，然后让它不带花件，带花件是比较消耗营养的。那对你来说，叶龙好养吗？容易吗？叶龙这个品种整体来说不算好养比较难。它就是整体整个黑凤凰、整个 RVDP 这个系列的东西都不算太好养。OK， 所以你要有一点经验，对，不适合给刚刚开始起步的人养。但是之后杂交也会筛选出一些比较可能性状比较好的，或者是抗性比较好的，出来。像这个品种，我们现在就没有太去做杂交什么的，因为它太大了。在客户家里，他没有那么大的地方来摆这个植物，他可能一颗就摆满了。所以现在市面上来说，这种特别大的，我们都没怎么做。再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整体的调是纯绿色的。目前我们国内是比较喜欢这种有银的，然后就是绒面的、黑的，还有就是红脉的。OK， 大概这样。这些就是我们现在刚刚开始有，今年可能年中一点就会有产品。红水晶的杂，就用我们的红水晶的母本杂交的。OK， 你们还在选中？对，选美中。对，现在还没有开始卖。就我们会挑，最好的那些留下来，其他的可能就会丢掉。毁灭。对。像这样的，这个其实好看，可以看得出来。对，像这样的，到时候就有可能性高，对吗？对，这些都是他的兄弟们吗？他附近这些是一个品种。然后这个是目前我们做的比较成功的一个 cos。就现在外面像这样的黑底的，然后带这个粗麦的这个 cos，很少。它是纯 cos。对，纯 cos， 它是 cos 自交的。OK， 有一点不一样，确实。然后像这个就是属于里面最好的一颗了，这个可能到时候我们自己就要留作母本。这是 cos 也是。这些就是它的兄弟姐妹。很有趣，所以可以看到，其实你自己用那个授粉的话，它的孩子们就完全不一样了。对，面容。然后现在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叶形。就是像这种，就比较圆，它这个面比较宽。OK， 你看这个位置它是比较宽的，对，比较宽的，圆的。目前就是这个是比较有特色的。OK， 然后可能之后也因为不
不太确定市场接不接受。对，这个我们只能是做一些很奇怪的东西出来。对，这个就比较正常。是吗？这边算正常。对，但它叶脉不正常，就是这个银。对，我是看它是直接直线。对，它的叶形是比较正常，但是它的这个脉是比较有特色。这个现在目前就做出来以后，这个是很漂亮，但是可能不是太多，就整批出来没那么多，那可能我们最后就会剩下一些优选出来的，剩下的就丢了哦，因为我们没那么大的产地。对，这颗可能会非常有价值，你看它出锦了，红水晶的锦哦。就是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出。那这个是那个叶龙6号砸的那个米歇尔。叶龙6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叶龙有叶龙我们有很多哦，是吗？你们编了号对吗？对，编了号就是因为他们从不同的种出来的叶龙。对，就是在那个杰拉家，它也是有编号的。哦，是吗？对 ，OK。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你们觉得有可能是这个很有趣，这个新的叶。对，这个很特别，目前就一颗。OK， 我们现在是在4月份，可能到时这出来的时候9月10月它就大一点。对 ，This is a Crystallinum mutated form. Interesting, from Indonesia. These are the famous Anthurium RVDP, short for Red Vein Dark Phoenix. They were created by Siam Flora, and the Night Dragon was actually derived from the Anthurium RVDP. Shown here is a variegated spore found in a seedling batch of the RVDP, proof that variegation is not always chemically induced but a part of natural mutation. If successful selective breeding by cutting is done to these variegated nodes, we might end up with stable variegation. And here's another Anthurium Night Dragon. It's not looking too well here because, as Hua Ren mentioned earlier, all of the plant's energy is spent on producing seeds. These are the seedlings that were resulted from self-pollination of the night dragon, but keep in mind, these seedlings will produce wildly different shapes and forms. 这是我们喝茶喝咖啡的地方，欢迎全世界的喜欢热植的朋友过来跟我们交流，也祝愿我们的这个热植这个圈子行业越来越好，越来越大，祝大家越来越好。好，谢谢你哦。再见。再见。Thank you so much for watching this all the way to the very end. Most of you are free to click out of this video now, but should you wish to further my mission by contributing financially, for as small as a cup of coffee a month, you may do so in 2 ways. Head over to my Patreon at patreon.com/Sean from OnlyPlants, or you can simply join right here on YouTube, simply by clicking the join button next to my channel name. And if you're somehow still sticking around, let me reward you by showing you bonus clips of fabulous plants I came across at Mao Ye. Enjoy, and I will see you next week.